谁说印度比我们强？我们常规武器能碾压他们，还有核武器压阵。5月7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议会发表演讲时突然拍案而起，高声质问。这番强硬表态的背景是巴军使用中国制造的歼 10CE 战机与防空系统，在克什米尔空域击落印度6架战机，且自身零损失。消息传出，举世震惊。在全世界向中国武器投来瞩目的同时，法国、俄罗斯两国却冷汗直流。不知不觉中，那个曾经严重依靠苏联输出军备的东方大国，或已完成身份对调，成为新时代全球军武大比拼的赢家。5月6号凌晨，克什米尔山区3颗布拉莫斯导弹拖着橙红色的尾焰划破天际。40秒后，巴控克什米尔的穆扎法拉巴德市郊传来剧烈爆炸声。印度宣称这是针对恐怖袭击的精准外科手术式打击，结果却是造成了26名平民死亡，其中包含7名儿童。这场代号恒河之怒的突袭行动是对巴基斯坦极端分子杀害印度游客的报复，也标志着第14次印巴全面冲突的爆发。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在爆炸发生23分钟后即启动红色警报，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亲赴位于拉瓦尔品地的地下指挥所。随着太阳升起，两国冲突迅速向3维空间延伸。印度空军出动了其最先进的4架来自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试图夺取制空权。这批单价高达2.4亿美元的战机挂载着流星远程空导弹，直扑八方领空。巴基斯坦空军主力空军歼 110CE 纷纷升空应对。与此同时，印度维克兰特号航母战斗群也于5月7号清晨逼近至距卡拉奇港600海里处，甲板上满载着米格 29K 舰载机。巴海军立即启动反介入体系，8架挂载 CM302 超音速反舰导弹的枭龙 Block 3战机从南部基地紧急升空。印度第4山地师凭借特 90S 坦克机群向希尔科特防线靠拢，迎接他们的是巴基斯坦哈利德主战坦克与红箭12反坦克导弹机群。海陆空3军全面对垒，两国大军严阵以待。这场根植于两国民族矛盾，由一场暴力袭杀引爆的新一轮印巴对抗，已经走向全面引爆的边缘。在国际视野和判断中，向来被认为实力较弱的巴基斯坦估计会来一场大败。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印巴首回合剧烈交锋中，巴基斯坦竟然取得了全方位的领先优势。战斗爆发第一天凌晨，巴军部署在边境线的 SH-15型155毫米卡车炮机群开始还击。这种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研制的新型火炮展现了恐怖的精确度，首轮齐射的48发 WS-35 卫星制导炮弹全部命中目标。印军前沿的5个装甲车集结点和3座弹药库在火光中化为废墟。海战层面，巴基斯坦虽没有航空母舰助阵，但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升空足以让印度海军束手束脚。这种射程达290公里的致命武器，以 3.5 马赫速度俯冲时，能够穿透目前任何舰载防御系统。卫星图像显示，原本气势汹汹的印度航母编队在发现威胁后突然调转航向，其撤退轨迹在电子海图上画出凌乱的折线，暴露出决策层的混乱与恐慌。而在空中，印度也遭遇大败，竟然被巴基斯坦零封。在以往印巴战争中屡屡受挫的巴基斯坦军队，此次却表现出极其强悍的战斗力，在各处战场接连斩获战果。而支撑巴方空军扬眉吐气，让全世界大跌眼镜的空战力量，正是来自中国的歼 10CE 战机。歼 10CE 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4代半多用途战斗机，是歼 10C 的出口型号。该机型首次亮相于2019年迪拜航展。2022年3月11号，巴基斯坦在卡姆拉空军基地正式接收首批6架歼 10CE， 成为该机的首个海外用户。巴总理伊姆兰汗亲自主持接装仪式，称其为改写南亚空战规则的利器。至2024年，巴基斯坦空军已列装2个中队，共36架歼 10CE。在巴基斯坦空军中，歼 10CE 被赋予印度和智龙的称号，主要用于对抗印度阵风战机。从实战来看，歼 10CE 并未让巴基斯坦失望。2024年4月底的印巴对峙中，歼 10CE 通过电子干扰压制印度阵风战机，迫使后者紧急降落，直接导致印空军副司令被解职。而如今的印巴空战更是让歼 10CE 一战封神。该机配合霹雳151导弹和 CATK-03 预警机体系，实现零损毁击落印度多架先进战机的战果。巴空军评价其雷达探测距离、电子战能力和人机交互设计远超预期，特别是语音识别操控系统和360度战场感知能力，使飞行员如同在透明战场作战。
实际上，这场始于5月7号的空中遭遇战，从第一秒就注定是场不对称的科技博弈。歼 10C 配备的 ASA 雷达系统探测距离突破280公里，较印度阵风战机的 RBE-2 雷达提升近2倍性能。这种采用第3代半导体材料的雷达组件，能在 0.3 秒内完成对空域的全景扫描，配合机载光电分布式孔径系统，形成360度无死角的战场感知能力。这种单向透明的战场态势，使得印度空军引以为傲的 4.5 代战机群瞬间沦为空中标靶。1·8空战还没打响，战斗结果就已经注定。5月8号，巴方飞行员在距目标195公里处发射导弹，利用双向数据链实时修正弹道，最终在印军阵风战机尚未进入流星导弹射程前完成击杀。5月9号，巴方通过数据链将 LY-80 防空系统与歼 10C 机群联网，形成纵深达400公里的立体拦截网。5月10号，巴方飞行员启动多频谱干扰吊舱，瞬间瘫痪半径150公里内的印度防空雷达网。在苏系、俄系、法系战机占据全球空军市场，饱受各国欢迎时，歼 10C 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实战，向全世界证明中系战机的时代已然到来。巴基斯坦空军接连斩获多架印度空军战机，在印度政府对此闭口不谈的同时，全球各国媒体纷纷报道出阵风米格战机坠落的残骸。外界一度传出法国禁止印度空军再升空阵风的消息，只为在阵风彻底被歼 10C PK 下去之前保存最后一丝颜面。而相较于法国阵风系战机，更加捏一把汗的无疑是俄罗斯。作为曾经歼系战机的引领者，俄系2大王牌战机在这场正面空军对垒中可谓是一败涂地。米格29与苏302款俄制战机的历史光环与当下困境形成鲜明对比。作为苏联航空工业的巅峰之作，米格29诞生于冷战铁幕下的尖端技术竞争，其设计初衷是打造一款轻量化、高机动的前线制空战机。1977年首飞的米格29，凭借独特的一身融合气动布局和 RD-33 涡扇发动机，在1980年代北约军演中曾让西方震撼。其头盔瞄准距与 R-73 近距格斗导弹的组合，可在目视距离内实现看到即摧毁。这种能力在1999年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空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米格29在缠斗中多次击败 F-16，用机炮击落对手的战力，至今仍是空战教科书的经典。而苏30作为苏27家族的深度改进型，自1996年服役以来，便以空中战术指挥机的定位傲视群雄。其4000公里的超长航程和12吨的武器载荷，在2008年印巴克什米尔对峙期间，曾以持续72小时的前沿空中巡逻压制巴方战机，展现出战略级威慑力。然而，这些昔日的辉煌在此次印巴冲突中荡然无存。米格29引以为傲的机动优势被现代电子战彻底消解，其 N019 雷达作为1980年代机械扫描技术的产物，面对歼 10C 的氮化镓相控阵雷达时，200公里的探测差距使其沦为空中近视眼。更致命的是，印度米格29 UPG 虽进行过现代化改造，却仍未解决原始设计的根本缺陷。机体空间限制导致无法安装大功率电子对抗设备，在巴方 ZDK-03 预警机与歼 10C 的联合电磁压制下，连引以为傲的近距离格斗都未能展开，便被霹雳15导弹击落。苏30 MKI 的处境更为尴尬，这款号称南亚天空统治者的重型战机，在此次冲突中全程未获准升空作战。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印度的技术困境，其无源相控阵雷达需要长达15分钟预热才能达到作战状态，且印度自研的剑鱼雷达数据链与俄制武器系统存在兼容障碍，导致其无法融入战场信息网络。这种系统级缺陷在2019年印巴空战中已出现端倪。当时一架苏30 MKI 被巴方老式 F-16锁定后，竟未能及时感知威胁，若非预警机提醒险些遭击落。米格29在1990年代曾出口30余国，1600架的产量创下苏联战机外销纪录，但其机场守护者的短板随着战场形态演变愈发明显。550公里的作战半径在超视距空战时代形同鸡肋，机械扫描雷达面对隐形战机时几近失能。即便是俄军自用的米格35，其改进型 ZOK-A 雷达的理论探测距离也不过160公里，尚不及中国霹雳15导弹的射程。这种系统性衰退在俄乌战场得到残酷验证，俄空天军的苏30SM多次遭单兵防空导弹击落。
暴露出低空突防战术与现代战场感知体系间的代差。当年苏联用米格29对抗 F-15的豪情，如今在中国军工的弯道超车中重现。但这次技术革命的内涵已截然不同。当俄罗斯还在为特14坦克的量产挣扎时，中国军工生态已形成预研一代、试制一代、装备一代的良性循环。米格29与苏30的谢幕，不仅标志着俄空军某个装备型号的过时，更意味着在这场无声的中俄军备大比拼中，中国早已远远将俄罗斯甩在身后。目前，以苹果公司为首的许多外资企业正准备逐步撤出印度，将一些基础性的工厂转移回中国境内。这被许多人看作是外资对印度政府无理举措的一种抵抗。有分析人士就悲观地认为，这一轮冲击或许会造成印度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倒退20年。那么，印度究竟是如何惨遭美国收割的呢？各大外资企业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选择逃离印度，回到中国呢？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未来又有没有变好的可能性呢？众所周知，自从2022年3月开始，美国就通过令美联储加息的方式，不断收割着来自全世界的热钱和流动资金。甚至到了今天，美国的金融系统内部已经出现了利率倒挂的情况。一旦出现利率倒挂的情况，美国的金融机构就会进入赔钱的周期。而一旦进入到赔钱的周期之后，美国势必就会想用其他更多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损失。因此，美国越是缺钱，美国对全世界的收割力度就会越大。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但却没有强大中央政府的庞大经济体，印度就成为了美国理想的收割对象。根据新华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显示，最近美国的贝恩资本公司宣布收购印度阿达尼资本集团90%的股份。这则消息一经爆出，立刻就震惊了美国和印度的资本市场。要知道，阿达尼资本集团在印度国内可是一家赫赫有名的资本投资公司。如今，阿达尼资本集团的管理人员居然将公司的控制权拱手让人，这等于是直接触动了印度金融投资市场的命脉。美国的资本家们可以通过阿达尼资本集团间接地操纵印度金融市场的局势，同时也可以利用其在印度内部的商业势力对印度本身的经济构成影响。再加上目前受到美联储不断加息的压力，印度卢比对美元的汇率一路狂跌。到了现在，大量印度国内的进口商品价格猛增，这直接影响到了普通印度民众的生活。但莫迪政府却对此束手无策。可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美国加紧对印度金融市场展开收割动作的时候，许多在印度投资的外国企业也传出了一条令印度政府高度不安的消息。由于这些外资企业在印度受到的种种限制已经令他们感到不堪重负，所以这些企业决定将本国设在印度的工厂集体迁回中国，以满足国际市场对本品牌的需求。而如果这些外资企业通通回到了中国，印度的经济将会遭遇釜底抽薪般的一击。然而，这一切似乎也是印度政府自己所种下的恶果。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显示，由于近几年苹果公司执行去风险化的产业转移政策，大量的苹果手机组装工厂被转移到了印度境内。但这种去风险化的措施很快就为苹果公司自身招来了新的风险。有苹果公司的负责人近日就告诉媒体，由于印度工厂的工人平均受教育水平不高，无法完成高精度的工作，这也导致印度工厂组装出来的 iPhone 15和其他系列的 iPhone 手机遭到了大量的投诉和退订，这也给苹果公司的运营造成了直接性的损失。同时，印度政府也趁着苹果公司等外资企业迁入印度的时机，开始向这些外资企业狮子大开口。也就是说，这些外资企业不仅要忍受着印度工人糟糕的工作成果，还要忍受着印度政府对他们的巧取豪夺，甚至是敲诈勒索。对于这样的情况，这些外资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早就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果然，当越来越多的外资管理人员开始抱怨印度的投资环境之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许多外资企业就不得不选择撤离印度市场。而这些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将下一个目的地定在了中国境内。因为综合考量和比较一番之后，人们就会发现，中国不仅拥有高素质的劳动力人口，同时也有着大量鼓励外商投资的政府政策。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绝不会像印度政府一样，在外资企业经营的过程当中，对企业内部的事务横加干涉，甚至在一些领域故意给外资企业设置门槛，索求贿赂。特别是中国市场本身还拥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大量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士也自发地成为了这些外资品牌的客户人群。而这样的现象在印度则非常罕见。这样的现象让外资企业对中国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依赖感，同时也让一些外资企业看到了印度和中国之间最为真实的经济差距。
尤其是对苹果等一些将企业由中国迁往印度的外资公司来说，这几年在印度市场的遭遇总算让他明白了中国市场的可贵之处。而当看清楚事实之后，他们离开印度市场的动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这些外资纷纷撤离了印度市场之后，印度经济可谓是遭到了釜底抽薪一般的一击。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将会迎来大批具有活力的新鲜血液。这正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对外招商引资所结出的硕果。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做得足够好，即便是外资短暂地离开了中国市场，他们迟早有一天还是会回来的。但在遭遇收割和外资集体撤离的情况下，印度经济的处境就不太妙了。有分析人士在观察了印度经济的局势之后，就用一种极其悲观的语态表示，或许未来印度经济发展水平将会因为印度目前遭受的种种打击而直接倒退20年。当前印度经济的遭遇可谓是相当严峻的，一方面他们必须要顶住来自美国的金融收割，而另一方面印度政府也必须承受外资集体撤离印度给印度经济带来的直接冲击，一切仿佛都回到了最原始的状态。近10几年来，印度的人口一直在不断的上涨，但印度民众的生活水平始终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改善，这使得印度市场对很多国际大品牌都失去了吸引力。作为一个和中国一样拥有14亿人口的市场，印度市场就远没有中国市场那么受人欢迎。等到今天，印度遭遇内外交困的局面时，这种人口众多但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局面，更是成为了压垮印度的最后一根稻草。如今印度底层社会当中，青年失业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很多印度青年在读完大学之后才发现自己完全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辛辛苦苦读了10几年书之后，他们只能被迫回去继续从事父辈所从事的职业。再加上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收割，使得印度国内某些商品的价格迅速上涨，这使得那些受过一些教育的印度民众也无法负担沉重的生活压力。久而久之，印度的经济就陷入了一片死循环的局面当中。而另一方面，印度的社会矛盾也变得空前尖锐，各种匪夷所思的案件在印度社会中层出不穷，这一切都是普通印度民众对于政府糟糕经济政策的一种反应，但印度政府却选择对此视而不见。有分析人士认为，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将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下直接倒退20年。这样的话虽然有些夸张，但还是有一些依据的。至少在目前，人们看不见印度莫迪政府为了改变现状做出的任何努力。2014年，莫迪上任印度总理时，人们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不少人都希望莫迪能够将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奇迹复制到整个印度境内。可莫迪如今已经当政10年了，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但没有变好，反而变得越来越糟糕。即便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印度到头来还是只能够成为西方资本家们餐桌上的一道硬菜。无论是印度政府、印度企业还是印度人民，都没有参与饭局的实力。造成当前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同样也是令人感到触目惊心的。经济领域的改革如果不以政治领域的改革作为基础条件，将很有可能会面临止步不前，甚至是一地鸡毛的结局。只可惜，印度政界和商界的某些人士至今也没能明白这方面的道理，这致使整个国家依然沉浸在一种极其落后的氛围之下。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大幅度波动，也就不足为奇了。莫迪注定不是拯救印度经济的那个人，未来印度政坛当中恐怕也不会出现一个能够帮助印度经济力挽狂澜的人。要想让印度的经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与腾飞，还是要靠印度人民自己去探索前方的道路。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压力，印度人民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然而，这一切对于印度这个国家而言，似乎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们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远到令人难以想象。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却不会因此而停下。如果未来印度再不做出改变，那么或许会随着时代发展的浪潮逐渐退出世界经济的第一梯队，甚至会直接在现实的面前被冲击得七零八落。